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自我介绍这件事情会很不好意思吗？我觉得还好，如果跟不熟的人，就理应要做自我介绍这件事情。但是如果要跟认识的人重新自我介绍一遍，那我会觉得不好意思。怎么说？因为一般陌生人之间才会做自我介绍嘛。然后如果认识的好朋友就已经比较了解对方了，如果再做一遍自我介绍，就会感觉你不认识我吗？这种感觉，所以会有点不好意思。但是认识的人一般不会再做自我介绍了吧？你该不会想说的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吧？可能是这样的，不好意思。那你在不一样的场合会不会介绍不一样的内容？会说不一样的话吗？比如说你在第一次认识新朋友的时候，或者是工作的时候。在不一样的场合会遇到不一样的人，然后大家可能或许是朋友啊、同事啊、长辈之类的，所以我做的自我介绍内容也会不一样。比如说，在网上玩游戏的时候呢，我就是快乐小勇士，这是我的网名。然后我可以跟别人介绍的时候，我就会说，哎，你叫我快乐就好了。可是，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不会这么对别人自我介绍。快乐小勇士这个名字还挺可爱的。谢谢你，我也觉得，大家都觉得。你觉得你是一个擅长自我介绍的人吗？我觉得我以前是一个擅长自我介绍的人，因为以前比较爱说话，现在变了，我现在不是一个擅长自我介绍的人。其实我也不太擅长自我介绍，因为跟你刚刚说的一样，我是觉得讲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会有一点尴尬。我上一次自我介绍是在认识我男朋友的朋友的时候，因为他们人很多嘛，所以我不可能一个一个去打招呼。虽然可以啦，但是有点浪费时间。我是觉得一次性讲完，大家都听得到是最简单的，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自我介绍。然后我不会跟他们说我的真实名字叫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的中文名字有点奇怪，就是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就会称呼我自己叫打包，然后我也不会讲我叫什么英文名字。我是觉得不讲英文的人叫自己英文名字会觉得很奇怪，所以现在我都是跟别人说我叫打包。哦，你说的，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叫大宝，但是因为我也知道你现在被人称呼叫做打包的时候比较多，然后你也是这么跟别人介绍自己的，因为你说这好像是在中文里面有外带的意思吗？对，就是讲到这里呢，其实就有点意思，因为你知不知道有一个牌子叫做大宝？哦，我想起来了，是的。所以每次跟新朋友认识的时候，我都会提到那个牌子。然后大家就会那是那个牌子吗？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个名字可能不太好。但是这个名字大宝这个名字其实是3岁的时候我给自己起的名字，因为在我妹出生之前，我妈呢都是叫我宝宝，但是生了我妹以后，又来了一个宝宝，那2个宝宝就区分不开了嘛，我就说那就我叫大宝好了。然后前2年不知道是哪个朋友开始喊我打包，因为大宝和打包这2个字这2个词其实是一样的拼音，不一样的声调，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谐音。打包这个词你刚刚也有说就是外带的意思嘛，就比如说我们去一家餐厅，
你把没吃完的饭你要带回家，这个行为不就是叫打包嘛，对不对？是的。然后打包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把东西包起来，我要把它拿走，我要把它带走。这个其实是一个动词嘛，英文就是什么什么 to go 或者 take away， 或者日语里面就是持ち帰る。一般来说，这个打包这个词是不会当成名词或者一个名字来用的。那有没有人会搞错你的名字？有一次很好笑的是，我在网上买了东西，然后我跟那个人说让他帮我把东西寄快递给我，我就把我的名字、我的地址、我的电话发给他了以后，他问我收件人是谁，也就是名字是什么，因为他们就不会觉得打包是一个名字。我说就是打包，他说啊，这个名字就可以吗？我说对。确实，这么一想的话，这个名字一般都是当做动词用的，所以我觉得对的，会这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啊，蛮有趣的，说实话。是，我是今年才比较有感触的，因为之前都一直很少有自我介绍的机会，因为我一直没有换工作啊，然后也都是没有认识什么新朋友，所以就一直没有自我介绍的机会。其实我现在想想，我还蛮爱自我介绍的。怎么说？因为大部分人自我介绍，然后基本上不会见第二面，所以第一面就会乱说，就可以讲，我是什么客服啊，我是航空员啊，然后我来自那个华人街啊，我可以乱讲唐人街什么的，然后反正大家都不会再见面，我叫阿猫阿狗都可以。然后后面发现这样挺好玩的，除非那种真的会以后再真的会一直见面的，比如说朋友的朋友或者同一个地方上班的地方，我就会比较认真的自我介绍。对，然后那种偶尔见一面的可以乱讲话，这样蛮好玩的。你真的会这样子自我介绍吗？我想起来了，我想，因为这样想起来，我是算爱自我介绍。比如说我的英文名是 Frank 嘛，你刚刚讲到，在自我介绍你比较不喜欢去讲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就不用特意取一个英文名，我理解。但是比如说我跟别人说，因为这是我幼稚园的老师给我取的英文名，然后我有一次跟别人自我介绍说英文名，正好要介绍到用英文名字的时候，我就说你叫我苦力就好了，COOLIE 是苦力的意思，就是做那个苦力活，然后他们就叫我苦力，然后我就觉得哇，他们真的按我自我介绍的叫我然后他们叫我苦力，然后之后我忘了是哪一摊朋友了，然后也再也没见面了。然后我觉得哇，好好玩哦，他真的叫我想叫的名字，我根本就不叫苦力。然后所以我就后面发现还有因为我的口音的关系，他们会觉得我是从别的地方来的，然后我就会说我小时候在唐人街长大，他们就会觉得哇哦，在美国，我就会说对啊。可是这些朋友，这些所谓的朋友都是之后不会再见面的，所以某种意义上自我介绍也可以当做一个给自己一个新的身份的那种感觉吧。但这是一个不好的行为，我希望大家不要模仿，还是要真诚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比较调皮捣蛋的人。谢谢大家。好的。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我之前有看过，网上有流行一阵子，蛮好笑的。对，就是这种感觉。你是实践者，你是真的做了这件事情。没有，我觉得大家都在做，只是我现在比较坦诚的讲出来了而已，大家一定都在做的。其实聊了这么久，还没有跟听众做自我介绍，不过其实我们好像已经通过聊天说完了。那差不多就这样，下次我们可以聊打招呼。可以。好的，拜拜。拜拜。